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和我结婚5年的丈夫会背着我挪用35万积蓄给弟弟买房。那钱是我省吃俭用，攒了整整5年才凑够的买房首付钱。当我要求还钱时，婆婆竟说都是一家人，你这么计较干什么？更让我寒心的是，陈强甚至当众羞辱我为了点钱撕破脸，不知道害不害臊。面对全家人的推脱和羞辱，我提出了离婚。而我接下来的举动让他们彻底傻眼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永远忘不了2023年3月15日的那一天，那天是我29岁生日的前一天。我兴冲冲地去银行准备取钱，想给自己买个生日礼物，顺便看看距离买房首付还差多少。当我输入密码，看到余额显示只有2847元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懵了。我的35万积蓄就这么消失了。这笔钱是我结婚5年来一分一厘攒下的。我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财务主管，月薪8000，除了必要开销，几乎每分钱都存起来了。为了攒这些钱，我连口红都舍不得买，午餐经常就是自己带的白粥配咸菜。我颤抖着手查询明细，发现3天前有一笔35万的转账，收款人是陈强，我丈夫陈浩的弟弟。我当时就差点晕过去。回到家，我直接冲进客厅，陈浩正躺在沙发上玩手机。我银行卡里的35万去哪了？我的声音都在颤抖。陈浩明显愣了一下，手机差点掉到地上。那个，我借给陈强了，借给你弟弟。我几乎是吼出来的。35万，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你会生气，但是陈强买房真的很急，开发商催得紧。陈浩坐起来，试图解释。急？我冷笑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那是我的钱。我想着，反正我们是夫妻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。我直接打断了他。放屁！那你的工资卡为什么不给我？你买车的时候为什么没跟我商量？陈浩被我说得哑口无言，半天才说，陈强说了，最多2年就还上，他已经找好工作了，收入不错。2年？凭什么是2年？我气得浑身发抖。他说2年就2年，我凭什么相信他？他是我弟弟，还能骗我不成？既然是借，就要立借条。我冷静下来，白纸黑字写清楚，什么时候还，有没有利息，都要明确。陈浩犹豫了一下，这样会不会显得太见外？见外？35万你都敢不跟我商量就拿走，现在跟我说见外，看我态度坚决。陈浩只能妥协。行，我明天就去找陈强。第2天晚上，陈浩拿回来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，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：今借嫂子钱35万元，3年内还清。陈强2023-3-16。我接过来仔细看了看，字迹潦草，纸张普通，连个手印都没有。就这，我皱着眉头，他都签字了，还要怎么样？陈浩不耐烦地说。我没再多说什么，但心里已经有了计划。当晚，我把这张借条拍照保存，又偷偷复印了好几份，分别藏在公司、娘家和自己的保险箱里。直觉告诉我，这场风波才刚刚开始。1个月后的周末，陈家全家都去参加陈强的新房聚餐。那是一套位于市中心的3居室，120平米，精装修，光是装修就花了20多万。我算了算，这套房子总价至少300万。陈强自己的首付只有65万，其中35万是我的血汗钱。
坐在那套豪华的客厅里，我感觉就像是个冤大头。饭桌上，公公陈建国举起酒杯，强子终于有自己的家了，我这个当爸的也放心了。婆婆王秀英也乐得合不拢嘴。是啊，现在房价这么贵，多亏了浩子帮忙。我听到帮忙2个字就来气，忍不住开口：陈强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还钱？瞬间，整个饭桌都安静了，就连电视声音都显得特别刺耳。陈强放下筷子，有些尴尬地说：嫂子，我刚买房，每个月还要还贷款，压力挺大的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还？我继续追问。这个等我稳定一段时间再说吧。陈强支支吾吾，婆婆脸色不好看了。婉婉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计较？都是一家人，钱还不是左口袋进右口袋？妈，35万不是小数目。我据理力争。公公也插话了，强子刚买房，让他还还也是人之常情。再说这钱又不是不还。我看向陈浩，希望他能说句公道话，但他就像个木头人一样，只顾着夹菜，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。那一刻我彻底明白了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永远是外人。陈强可能是觉得家人都支持他，胆子更大了。嫂子，你这样逼人，让我很为难。我又不是不还，你何必这么着急？着急？我冷笑，那是我5年的积蓄，不就是35万吗？陈强语气越来越不耐烦。你们2口子以后还愁赚不回来？我现在买房是大事，你就不能理解理解？听到不就是35万这句话，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我猛地站起来，既然只是小钱，那你们自己想办法凑。说完我就拿包走了。身后传来陈浩的叫声，我头也不回。回到家，陈浩追了进来：你干嘛在大家面前让我下不来台？是我让你下不来台。我气得发抖。那是我的钱，我有什么不对？家人之间何必计较得这么清楚？陈浩还是那套理论。家人，你弟弟买房的时候，有人问过我这个家人的意见吗？陈浩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半天才说：我这就去跟陈强谈，让他尽快还钱。但是1个月过去了，2个月过去了，陈强那边依然没有任何还钱的意思。8月份，陈强又来了，这次他要装修房子，张口就要15万。装修可以慢慢来，没必要一次花这么多钱。我直接拒绝。嫂子，我马上要结婚了，毛坯房怎么住人？陈强理所当然地说。再说装修好了，房子也更值钱。还是老套路，陈浩先答应了，再来通知我。就15万，装修是一次性的，花完就没了。我算了算自己现在的存款，如果再拿出15万，我真的就山穷水尽了。不行，坚决不行。我态度很坚决。婉婉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小气？婆婆知道这时候，专门跑来做工作。强子马上要娶媳妇了，房子不装修像话吗？他要娶媳妇关我什么事？我已经忍无可忍。他连之前的35万都没还1分钱，那钱早晚要还的。你急什么？婆婆振振有词。强子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，你这个当嫂子的应该多帮帮。我彻底被气笑了。我已经帮了35万了，还要我怎么帮？你们2口子赚钱容易，强子一个人多不容易。婆婆说得理直气壮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决定。陈浩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平静地对他说。陈浩正在看电视，听到这话，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离婚，我们过不下去了。我重复了一遍。你疯了？就为了钱？陈浩不敢相信。不仅仅是钱的问题。我摇头。是你让我看清了，在你心里，我永远没有你弟弟重要。陈浩慌了神。
开始各种保证。我错了，我以后一定改，一定站在你这边。你说过太多次了。我冷冷地说，我已经不相信了。第二天，陈浩真的去找陈强谈了。我以为终于有希望了，结果晚上的家庭聚餐上，陈强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说，有些人啊，就是心眼小，为了点钱闹得全家不安宁，明明是一家人，非要算得这么清楚，也不知道丢不丢人。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我，包括我的丈夫陈浩，居然也没有替我说一句话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彻底死了。3个月后，我正式提出离婚诉讼，消息传到陈家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公公陈建国第一个找到我，眼睛都哭肿了。婉婉，你可不能这样啊！你们要是离婚了，我们陈家就完了。是啊，孩子。婆婆王秀英也在一旁哭诉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我冷静地看着他们，那我的35万呢？公公支支吾吾地说，钱都花了，房子、装修都花光了，实在要不回来了。要不回来，我冷笑，所以我就活该白白损失35万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婆婆急忙解释，等强子以后有钱了，肯定会还的。以后是什么时候？等我老死了吗？我的语气越来越冷。这时陈浩也跪了下来，婉婉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发誓，我一定让陈强把钱还了。看着跪在地上的3个人，我心里毫无波澜。太晚了，一切都太晚了。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。我平静地说。听到这话，3个人眼中都闪过希望的光芒。陈浩激动地说，你说只要不离婚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我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慢慢拿出一沓厚厚的材料，整齐地摆在茶几上。我把材料一样样摆开，银行的完整流水记录清楚显示35万转账的时间、去向、陈强亲笔签名的借条原件和5份复印件，陈强在微信里承认借钱的聊天记录截图，足足打印了10几页，还有一个录音笔，里面是陈强亲口承认借钱的录音。陈家3个人看到这些证据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这些都是什么时候准备的？公公颤抖着问。从陈强拿走我钱的第1天开始，我淡淡地说，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陈浩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你一直在？没错，我一直在收集证据。我打断他，我录下了陈强每一次承认借钱的话，保存了每一条相关的微信聊天，甚至连他跟朋友吹嘘买房子的录音我都有。婆婆想伸手拿那些材料，被我制止了。没用的，这些我都有备份，电子版存在3个不同的云端，纸质版分别放在律师事务所、我闺蜜那里和银行保险箱里。陈浩彻底崩溃了。婉婉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你怎么能这样算计我？算计？我冷笑。那你们擅自动我35万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这是算计？公公还想做最后的挣扎，就算是借的，但强子现在确实没钱还啊。没钱。我拿出手机，调出陈强的朋友圈，这是他上个月发的，新买的 iPhone 14 Pro Max 12000。这是他老婆李雅晒的 LV 包28000，这是他们去马尔代夫度蜜月的照片。这趟旅游至少花了8万，一张张照片就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。还有这个，我继续翻出照片，陈强新买的奔驰 C 级，全款35万，买车的时间正好是我要钱之后的第2个月。陈浩看着这些照片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陈强这个混蛋，他明明跟我说没钱，现在知道你的好弟弟是什么货色了。我冷笑，当初我要钱的时候，
你怎么说来着？说我计较，说我不懂事。婆婆还想为陈强辩护，可能那些都是贷款买的，贷款也要首付，也要每月还款。我打断他有钱付车贷房贷，有钱去马尔代夫，就是没钱还我。我站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，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。第一，陈强3个月内把本金加利息全部还清，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，总共41万。第二，我们法庭上见，到时候不仅要还钱，还要承担诉讼费和律师费。3个月41万，这不可能。公公急得直跳脚，那当初借的时候怎么不说不可能？我冷冷地说，陈强现在月收入1万5，李雅月收入8000，两人加起来1个月2万3，3个月就是近7万，再加上变卖一些奢侈品，凑个41万不是问题。陈浩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婉婉，我们毕竟是夫妻，我的声音突然提高，夫妻会背着对方挪用35万巨款，夫妻会在自己老婆被羞辱的时候保持沉默，夫妻会为了一个弟弟牺牲自己的婚姻。我以后一定改。陈浩还想说什么，没有以后了。我收起材料，准备离开。3个月时间，1分不能少，否则我不仅要起诉陈强欠债不还，还要起诉陈浩侵占夫妻共同财产。到时候你们一家都脱不了干系。走到门口，我停下脚步。对了，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。根据民法典规定，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大额共同财产，另一方有权要求返还并追究法律责任。你们最好想清楚后果。消息传开后，整个家族圈都炸了锅。最开始，7大姑8大姨都站在陈家这边，轮流给我打电话劝说。陈浩的3姑说：“婉婉啊，家和万事兴，何必为了钱伤了和气？”他的2姨也劝：“强子还年轻，以后有的是机会还钱，你何必逼得这么紧？”但当我把那些铁证如山的材料给他们看过之后，风向彻底变了。第一个改变态度的是陈浩的2叔陈建军。他是个退休的老工人，看完证据后当场就拍了桌子，这成何体统？借了人家35万，还在外面大手大脚花钱，这是人干的事。2婶也在旁边帮腔，我还以为婉婉不讲理呢，原来是强子他们太过分了。35万啊，我们工作一辈子都攒不了这么多。消息很快传到了陈强的岳家。陈强的岳父王大明是个老实巴交的退休电工，听说女婿借了大嫂35万不还，还在外面花天酒地，气得当场就要找陈强算账。王大明直接杀到陈强家，指着他的鼻子骂：“你个兔崽子，欠了人家这么多钱不还，还有脸买车买包？你要是再不把钱还上，我让雅雅跟你离婚，我们王家丢不起这个人。”李雅听说这时候，第一时间跟陈强大吵一架。你说没钱还债，我的包是哪来的？你的车是哪来的？我们的蜜月旅行是哪来的钱？那都是分期付款。陈强还想狡辩，分期也要钱。李雅气得直哭。我爸现在在邻居面前都抬不起头，都说他女婿是个老赖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事还传到了陈强的单位。陈强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，同事们都知道了他借钱不还的事。那个陈强听说借了大嫂35万，到现在1分钱没还，还天天开着奔驰上班，太不是东西了。人家大嫂对他这么好，他竟然这样过河拆桥，就是个白眼狼。这种人谁敢借钱给他？陈强在办公室里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避而远之。
连领导都对他另眼相看。原本要提拔他做主管的计划也泡汤了。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舆论压力，陈家人终于坐不住了。1个半月后，陈强主动联系了我。电话里，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憔悴：“嫂子，我们能见面谈谈吗？我们约在一家咖啡厅见面。”陈强比上次见面瘦了一大圈，眼圈发黑，头发也乱糟糟的。嫂子，我想还钱。他开门见山地说。哦，你想怎么还？我冷静地问。我把车卖了，能拿回25万。我和雅雅的首饰、包包什么的也都卖了，又凑了8万，还差8万。我找朋友借。陈强低着头说。什么时候能全部凑齐？半个月，最多半个月。陈强保证。我点点头，可以。但是要按我说的数，41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41万不是35万吗？陈强抬起头，35万本金，加上1年半的利息6万，总共41万。我拿出计算器，你看，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%35%计算，1年半就是6万多利息。我已经给你抹零了。陈强想要讨价还价。嫂子，我们是亲戚。亲戚？我冷笑。借我钱的时候怎么不说亲戚？花我钱买奢侈品的时候怎么不说亲戚？看到我态度坚决，陈强只能同意。半个月后，陈强真的凑齐了41万。他把钱转到我账户的时候，手都在发抖。嫂子，钱我已经还了，你能不能跟我哥？陈强试图求情。我打断了他，我跟陈浩的事跟你无关。拿到钱的那一刻，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兴，反而觉得很累。这场拉锯战持续了近2年，消耗了我太多精力和感情。陈浩知道钱还清后，最后一次找到我。婉婉，钱你拿到了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我摇摇头。浩哥，我们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我已经让陈强把钱还了，我也知道错了。陈浩眼中含着泪，因为在我最需要你保护我的时候，你选择了沉默。我平静地说，在我被你家人羞辱的时候，你选择了逃避。这样的婚姻，我不要了。陈浩还想说什么，但看到我决绝的眼神，最终什么都没说出口。2个月后，我们正式离婚。离婚后，我用那41万在市郊买了一套85平的小3居，虽然地段偏一点，但是全款买下，没有房贷压力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套房子完全属于我一个人，没有人能够再擅自动用。站在新家的阳台上，看着远山夕阳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真正的安全感。陈浩离婚后还试图挽回过几次，都被我坚决拒绝了。听共同朋友说，他现在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，工作也不顺心，经常买醉。陈强因为还债卖掉了车子和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，生活水平一下子降了好几个档次。李雅受不了这种落差，半年后主动提出离婚。2人为了分财产还打了官司，最后闹得很难看。陈家老2口现在见到我都会绕道走，估计是觉得丢人。我并不恨他们，只是觉得可悲。为了偏心一个不争气的小儿子，毁掉了大儿子的婚姻，最后落得个家破人散的下场。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次彻底的成长。我开始认真学习法律知识，还报名参加了法律职业资格考试。现在除了本职工作外，我还在社区做法律援助志愿者，专门帮助那些在家庭纠纷中受到侵害的妇女维权。很多人问我后悔吗？我的回答是，一点都不后悔。如果当初我选择了妥协和忍让，那么陈强会永无止境地索取下去，而我只能在这种消耗中慢慢枯萎。现在的我虽然重新开始，
但内心充实而坚强。我有自己的房子，有稳定的工作，还有帮助他人的能力。我用自己的经历告诉那些有类似遭遇的女性，钱可以被骗走，但尊严不能丢；爱可以给错人，但原则必须坚持。在婚姻中，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独立和判断。更重要的是，要学会保护自己，提前准备证据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自己才是最可靠的依靠。最关键的一点，当一个男人能够为了别人而背叛你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不值得你再付出任何感情了。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，而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已经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报应，这就够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